在中国的繁华都市中，隐藏着一个个与周围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的地区——城中村。它们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，承载着无数外来务工者的梦想与生活。然而，这些地区往往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、居住环境拥挤等问题。你知道在中国哪些城中村的人口密度最大吗？它们的存在对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？接下来，让我们深入探索这些中国繁华都市的毛细血管。第7名，北京市史各庄村，常住人口 0.89 万人。史各庄村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，紧邻繁华的亚奥商圈，地理位置相对便利。该区域交通网络发达，地铁13号线龙泽站及多条公交线路可直达，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条件。史各庄村作为典型的城中村，虽被现代都市环绕，但仍保留着乡村与城市的双重风貌。步入村庄，街道两旁各式各样的店铺琳琅满目，从热气腾腾的小饭店到样样俱全的超市，从实用的五金店到诱人的水果摊，再到温馨的理发店。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满足着居民们的生活需求。一到晚上，门市的发光招牌一打开，整个街道顿时变得五彩斑斓。随着下班的人们回归村里，路上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，熙熙攘攘，就像赶集一样。史各庄村的建筑大多保存了上世纪80、90年代的历史痕迹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所以租金与周边地区相比较低。数据显示，史各庄的租金大致在300元到1200元每月之间，具体价格会因房屋条件和位置而有所不同。例如，一些简装修的单间公寓，月租可能在800元左右，如果配备空调，则月租可能达到1000元。此外，水费通常是每月10元，电费大约是 1.5 元每度，取暖费则可能需要一次性缴纳750元。史各庄村之所以能挡住现代化浪潮的冲击，未被拆迁改造成大型商场或办公楼，这背后是有复杂原因的。首先，拆迁成本就是个大问题。城中村的房子多，面积大，拆迁难度大，还牵涉到大批居民的安置问题。其次，这些区域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，为大量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栖身之所。最后是城市规划中往往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城中村作为过渡性居住区，以缓解城市住房压力。城中村并非等同于贫民窟，虽然居住环境相对简陋，但这里的居民并不全是贫困人群，他们之中不乏有才能、有梦想的青年才俊。城中村作为城市化的产物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住房紧张的问题，也是城市多样性的一部分。第6名，上海市徐浦村，常住人口 3.3 万人。徐浦村，这个坐落在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东北方的村庄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东临长宁区，北靠苏州河，近接外环线和虹桥机场，成为上海城市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它的辖区面积约 1.3 平方公里，交通条件的便利性得益于北堤路、北沈路、东美路等多条道路和交通枢纽的环绕，使得徐浦村成为连接市中心与其他区域的重要节点。在徐浦村，王村民站在自己的屋后，望着曾经的违章建筑所在地，如今已经变得宽敞明亮。他回忆起过去，那里曾搭建了16间房，每年为他带来了12、3万元的租金收入。然而，随着环境的改善和城市的发展，这些违章建筑被拆除了。虽然失去了这笔可观的收入，但王村民对于现在能够享受到的优美环境感到十分满足。村民公园广场上，阿姨们跳着广场舞，老伯们打着太极拳，每家每户门前则种着白玉兰、金桂等植物。在环境综合整治的大潮下，徐浦村已经从昔日的城中村形象中华丽转身。曾经的脏乱差、违法建筑林立、安全隐患频发等问题，已经随着整治工作的深入推进而成为历史。如今的徐浦村，白墙黛瓦，绿树成荫，道路宽敞，一派清新宜人的景象，让人难以相信这里曾是上海最大城中村。水清了，岸绿了，
天空也变得更加湛蓝。徐浦村之所以得以存在并延续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徐浦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保留了上海的历史风貌，石库门建筑和红砖墙让人仿佛穿越回那个充满风情的老上海。这里的居民，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为荣，传承着上海的传统手艺，如旗袍制作和刺绣工艺。这些文化元素不仅丰富了村落的历史文化，也成为城中村魅力的一部分。同时，城中村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住房压力，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栖身之所。在徐浦村的居民中，除了本地村民，还有为数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。据2023年的数据显示，形成了大约1:4的人口倒挂比例。他们因为生活成本相对较低、生活便利等原因，选择这里作为居住地。环境的改善不仅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，也让村民们感受到了小康生活的底气。在租房市场方面，徐浦村的租金水平受到整治和环境改善的影响有所上涨。整治前，违法建筑的群租房租金较低，最低500元就可以整租到一间房屋。而整治后，随着环境的改善，正规房屋的租金普遍上涨，一间房屋的租金普遍在1500元左右，甚至有达到1800元一间的情况。徐浦村的变迁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转型的一个缩影。徐浦村经过一系列的整治和改善，村容村貌和居住环境都有了显著提升，同时也面临着房租上涨等新问题。第5名，昆明市船房村，常住人口 3.4 万人。昆明船房村是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之一，位于昆明西南郊福海乡辖境中部船房河两岸。这里距市区 2.4千米，海拔1889米。村落依船房河两岸呈块状分布，早期因河道与滇池相通，常有船只停泊于房前屋后，故得名船房村。船房村是一个基础设施相对落后，但生活便利的村庄。村庄里有很多餐馆、百货、服装、杂货等商铺。这里的午餐费用约为13元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。由于其低廉的生活成本和便利的地理位置，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，巅峰时流动人口接近10万。在租房市场方面，船房村的租金相对较低，例如当地租房信息显示，船房村的整租房源价格从900元每月到3500元每月不等，合租的话价格更低。城中村他们因地理位置的优势和与城市紧密相连的纽带而得以保留。一方面，这些区域往往处于城市的核心地带，拆迁成本之高令人望而却步，更不用说其中复杂纠葛的利益分配问题了。另一方面，城中村作为城市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其改造需要综合考虑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多方面因素，因此往往进展缓慢。此外，城中村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相对廉价的居住空间，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也具有一定作用。以船房村为例，这个地区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。基础设施的不足，特别是停车难问题，已经对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扰。车辆随意停放，挤占公共通道，不仅影响了居民的出行，更对社区的秩序和安全构成了威胁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船房村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，计划通过改善交通设施和增加临时停车点来缓解停车压力。同时，船房村的人口密度大，流动性强，这使得环境卫生和安全隐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。社区正在采取措施进行整治，力求为居民营造一个更加干净、安全的生活环境。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中，船房村也未能置身事外。它已被纳入棚户区改造的蓝图，成为西山区城中村改造38号片区的一部分。随着原社会投资人的退出，新的合作伙伴的招募工作正在积极展开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个全新面貌的船房村。第4名，广州市塘厦村，常住人口 6.25 万人。塘厦村在广州打工的人几乎都听说过，它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地方，同时也承载着现代化城市发展中的城中村特色。这个位于天河区的城中村面积约4平方公里，
常住人口约26万，其中大约有10万是来自河南的人士，尤其是周口地区的西华人，他们大多是在上世纪末因为广州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而迁移至此。塘下村逐渐成为他们心中的麦家，成为许多来广东的河南人的第一站。塘下村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而闻名，它紧邻中山大道，多条公交线路穿梭其间，包括叶51路和叶38路等夜间公交线路，极大地便利了居民的夜间出行。这里聚集了众多河南籍的出租车司机，他们成为当地居民楼的主要租户，其中就包括了严富昌，一位在广州打拼多年的河南出租车司机。严富昌的故事是塘下村众多外来务工者的一个缩影，他每年都会多次往返于广州和河南省扶沟县的老家之间。最近一次回家，是为了送即将升入大学的女儿到郑州读书，同时处理一些在郑州的事务。在广州工作多年后，他开始考虑返乡工作和生活的可能性。塘下村的凌晨时分总是充满活力，交班的出租车整齐地停放在塘德南路上，带动了周边洗车、维修等相关行业的发展。而餐馆里灯火通明，坐满了下晚班的人们，其中就有严富昌和好友杨建伟。他们在交班后常聚在一起，享受一碗家乡味道的胡辣汤。严富昌目前与老乡合租，而他原本租住的单间房则借给了刚来广州的好朋友一家。他深知供养女儿读大学的责任，因此更加努力工作，同时也在为未来寻找新的出路。尽管长时间驾驶让他的腿有些不适，但他仍然坚持着，偶尔敲打几下右腿以缓解疲劳。严富昌的哥哥严防59岁，自2004年来到塘下村后，开过出租车也开过专车。如今他在广州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，生活稳定，与老家的同龄人相比，他感到非常满足。他的生活虽辛苦，但通过勤劳和诚实的工作得到了应有的回报。晚上收车后，他还会到隔壁小区的花园进行健身锻炼。严富昌的二哥严富启是最早来广州开出租车的河南人之一，如今他已经转行经营着4家超市。1998年他从河南来到广州时，塘下村的出租车市场还是湖南攸县人的天下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河南人逐渐在塘下村站稳了脚跟，塘下村也逐渐变成了人们口中的河南村，河南风味的小吃美食遍布村中。近年来，塘下村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，经过整治，村中河岔的水质得到提升，两岸环境宜人，成为了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此外，村内出租屋数量庞大，为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居住空间。广州作为1线城市的成本相对较高，随便一个小区的一室一厅租金都是至少1000元起价。然而，塘下村的租房市场非常活跃，租金相对较低，甚至最低只需要500元即可租到配备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房子。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或刚来到广州的人群来说，这种诱惑力极大。不过，城中村的房子多为较旧的建筑，这里的握手楼一栋挨着一栋。住在这里，你可能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，伸手仿佛就能从对面楼层借到酱油。这些房屋由于历史原因和城市规划的变迁，未能像周边地区一样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和重建。塘木村的存在，一方面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，另一方面拆迁成本高，涉及大量居民的安置问题的现状。此外，城中村作为城市中的低成本居住空间，为大量外来人口提供了栖身之所，这也是其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塘下村，这个曾经以环境问题著称的城中村，在经过一系列的整治后，已经焕发出了新的活力。虽然与现代住宅小区相比，居住条件仍有提升空间，但这里已经成为了众多群体的共同家园。居住在这里的人群构成复杂，包括怀揣梦想的年轻人，带着孩子求学的家庭，退休老人和个体户等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适应着城中村的生活，展现出了城中村居民的生存智慧。他们选择租金较低的住房，利用村内相对经济的服务和商品来精打细算，节省每一分钱。城中村的非正式经济，如街头摊贩、
家庭式小作坊等，不仅为居民提供了额外的收入来源，也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便利所在。第3名，武汉市华安里，常住人口 9.25 万人。华安里这个名字对于许多初来乍到武汉的年轻人和异乡人来说，不仅仅是一个地名，更是一种生活的起点和避风的港湾。它位于江汉区汉兴街道西南部，东连长青路，南临京广铁路线，西接张公堤，北靠长青公园，总面积约 1.08 平方公里。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，华安里与外界相对隔离，主要通过涵洞与外界连接。走进华安里，你会发现这里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，不仅有地铁2号线的云飞路站近在咫尺，还有704路、719路、721路、724路、803路等多条公交线路穿行其间，为居民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在这个人口密集的社区里，自建房随处可见，他们见证了华安里的历史变迁。尽管房屋年代较早，但这里曾经容纳了近10万人口，成为武汉市人口密度最大的社区之一。居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有的是为了生计，有的是为了梦想，他们在这里汇聚，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而复杂的社会群体。华安里的居民以其勤劳和智慧，通过各种职业维持着自己的生活。小本生意、服务业、制造业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编织着生活的希望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们选择合租房屋，自己烹饪，利用公共交通，用各种方式精打细算，降低生活成本。社区内的互助机制，如资源共享、工作介绍，更是让大家在生活的压力下找到了彼此的支持。尽管华安里的房屋密集，环境问题偶有存在，但这并不妨碍居民们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他们在这里经营着自己的生活，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。租房市场在这里异常活跃，租金的低廉吸引了大量的租客，从200元到1500元不等的租金。租房信息主要通过房东直接出租、社区公告栏发布等方式进行，也有部分通过中介和租房平台 APP 发布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，华安里社区也面临着改造和升级的问题，部分区域已经进行了拆迁和改造，未来这里将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。第2名，广州市石牌村，常住人口15万人。广州的石牌村，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城中村，它的故事可以追溯到隋代，如今坐落在天河区的心脏地带。这个由村民宅基地逐渐扩展而成的密集建筑群，以其独特的握手楼景观，成为了城市中的一道别样风景。随着城市化的浪潮，石牌村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以它独有的魅力，吸引了无数外来人口，成为了广漂寻梦人的第一站。石牌村的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条件极为便利。广州地铁3号线的岗顶、石牌桥2个地铁站近在咫尺，为居民提供了快速通达城市的通道。村内的基础设施完备，200多条曲折的小巷串联起各式各样的商铺，从超市到便利店，从水果摊到快餐店，再到家电维修点，无不显示出这里的活力与便利。即便是在狭窄的路口，便利店也能巧妙地占据一席之地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品尝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美味快餐，价格亲民，最低仅需10元左右。在石牌村，租房市场同样活跃，租金的亲民，为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一个温馨的避风港。根据租房信息，合租房源的价格每月从700元到2000元不等，满足了不同居民的需求。尽管石牌村的面积不大，仅 0.73 平方公里，但常住人口却高达10万，其中本地村民约9000人，其余为外来人口。这里的建筑密集，大约有3500栋自建房，形成了独特的亲吻楼现象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租客可以在房间里听到各种声音，比如铁锅的炒菜声、打麻将胡牌的激动声、楼下打骂小孩的惨叫声等等。在石牌村错综复杂的小巷中，村外不熟悉地形的外卖小哥，很多刚进村就直接懵逼投降。由于居民楼建得过于密集，手机导航在这里时常难以定位，有些小路仅能容纳一辆电车通过。
然而，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外卖小哥来说，他们对村里的每一条路都了如指掌，能够自如地穿梭在狭窄的巷弄之间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石牌战神。石牌村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并成为城市的一部分，不仅因为这里人口众多，拆迁成本高昂，还因为城中村承载了重要的社会功能。它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一个经济实惠的居住选择，这使得石牌村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走进石牌村，你会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生活气息。这里的建筑虽然密集，街道虽然狭窄，但生活的节奏却是充满活力和多元文化的。居住在这里的人群构成多样，从大学毕业生到开店的个体户，从小贩到农民工，再到自由创作者，他们在这里为生活打拼，共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广州梦。第一名，深圳市上下沙，常住人口26万人。深圳的上下沙是福田区最大的城中村之一，拥有800多年的历史，是深圳本土富豪的发源地，同时也为外来人口提供了一个相对经济的居住选择。上下沙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西南部，东起新洲路，西连华侨城，北以深南大道为界，南临深圳湾。该区域交通便利，靠近地铁7号线上沙站和9号线下沙站，方便居民快速前往深圳的四面八方。走进上下沙，你会发现这里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，从星级酒店到特色商业街，从文化广场到体育场馆，再到游泳池和购物中心，这里的基础设施完善，充分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。学校、社康中心、图书馆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备，更是为居民提供了便利的生活条件。上下沙城中村的环境相对复杂多样，这里既有因房屋老旧、建筑密集而带来的卫生和安全隐患问题，也有随着社区治理加强和居民自治意识提升而逐步改善的积极面貌。公共活动场所和绿化设施的建立，不仅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，也展现了城中村在城市发展中的适应与转变。上下沙的居民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，本地村民约有1430人，其中股东1092人，而暂住及流动人口则高达10万人，其中唐堰村就有约6万人居住。这些居民中，绝大多数是外来人口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南山区、福田区的职场精英和高级技术人员。城中村的形成既是城市规划之后的结果，也是外来务工人员对住房需求的反应。在城市化的浪潮中，原有的农村地区逐渐被城市包围，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现象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无论是追寻梦想的职场新人，还是享受生活的本地居民。上下沙都以它开放和包容的姿态，欢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。城中村既是无数人城市梦开始的地方，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舞台。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，如地理位置的便利、基础设施的完备、租金的亲民，以及居住人群的多样性。尽管城中村面临着环境、安全和社会治理的挑战，但它以其独特的包容性和活力，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你还知道中国有哪些城中村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还请按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本期内容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